被变异株拱肺麦巴赫的心痛还没痊愈，我睁开眼，竟回到了末世爆发前1个月。上一世，红月降临，全球生物体型疯狂暴涨，一头土猪都能长到3层楼高。看着自家养猪场里嗷嗷待哺的小猪，我反手卖掉了市区的婚房。面对未婚妻的质问，我直接扇了他一个耳光。婚不结了，这500万彩礼全部给我换成高压电网和加厚合金钢板。被变异株獠牙刺穿麦巴赫底盘的金属撕裂声，似乎还在耳膜上炸响。那种骨骼被巨兽碾碎的幻痛，让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我大口喘着粗气，视线聚焦，墙上的电子万年历红光闪烁。2035年5月13日，距离红月降临还有整整1个月，我还活着，还没被自家那群长到3层楼高的杜洛克种猪撕成碎片。陈胜，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一道尖锐的女声刺进耳膜，打断了我的思绪。林薇正盘腿坐在真皮沙发上，那是我们刚买的婚房家具。她不耐烦地用指甲敲击着爱马仕包的金属扣，发出恼人的哒哒声。我弟说了，那边的彩礼规矩变了，这500万1分不能少。他结婚急着用这笔钱买婚房。林薇，我谈了3年的未婚妻，上一世也是在这个客厅，她用同样的语气逼我拿出500万。为了凑这笔钱，我脑子一热抵押了苦心经营的养猪场。结果末世爆发，这女人拿着我的卖命钱，转头就把奸夫接进我的安全屋，最后在那个极寒的冬夜，把只穿着单衣的我关在门外，为了丧尸。胃里一阵翻涌，那是对人性极度恶心产生的生理反应。听到了，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林薇以为我像以前一样服软了，脸上立刻扬起得意的笑，甚至还冲我勾了勾手指。这就对了嘛，我就知道你最心疼我。卡在哪儿？赶紧拿给我！强子还在楼下等着提车呢。他理所当然地伸出手，那副贪婪嘴脸和上一世抢我物资时一模一样。啪！我抡圆了胳膊，狠狠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这一巴掌我用尽了全身力气，手掌震得发麻。林薇整个人像个破布娃娃一样从沙发上翻了过去，半张脸瞬间肿起老高，精心做的美甲在真皮沙发上划出刺耳的裂痕。噗！他张嘴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2颗洁白的烤瓷牙混在里面。陈胜，你敢打我？林薇捂着脸，眼神里全是不可置信，随后发出杀猪般的尖叫。防盗门被人猛地踹开，一个染着黄毛的瘦高个冲了进来。陈胜，敢动我姐姐！林强，那个末世里为了自己逃命，把我推给变异猎犬的小舅子，他挥着拳头就要往我脸上砸，动作太慢了，在经历过末世厮杀的人眼里，这种街头混混的把式简直像慢动作回放。我侧身躲过这绵软无力的一拳，顺手抄起大理石茶几上的烟灰缸，这玩意儿足有2斤重，咔嚓，重型水晶烟灰缸狠狠磕在林强的指关节上，惨叫声瞬间穿透楼板。林强抱着手蹲了下去，那几根手指肉眼可见的变了形，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扭曲，打的就是你们这2个吸血鬼！我没有停手，一把薅住林强的黄毛，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到厨房角落，把他的脑袋狠狠按进还有半桶剩饭的泔水桶里，咕噜噜，红油和馊饭灌进鼻腔，林强拼命扑腾，像条离水的烂鱼。退婚，滚！我松开手，嫌弃的在林薇扔在地上的名牌风衣上擦了擦手，掏出手机，我面无表情的把林薇出轨的转账记录和那个奸夫的酒店开房高清照一股脑群发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和所有的亲友群里。那是上一世我在他手机云端发现的备份，本想着给他最后一点体面，现在看来多余了。手机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刚才还在群里帮腔催彩礼，阴阳怪气说我抠门的岳母和7大姑8大姨，看着满屏的艳照，瞬间安静如鸡。那个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准岳母头像瞬间灰了，带着你弟滚出我的房子！再废话一句，我就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贴满你们小区。林薇看着手机屏幕，脸白得像刷了墙粉。她拽起还在呕吐的林强，连滚带爬的逃了出去，连那个爱马仕包都没敢拿。处理完这堆垃圾，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2点，我直接拨通了那个专做豪宅急售的中介电话。市中心那2套江景大平层，带车位，全款3000万，今晚10点前必须到账。电话那头的中介声音都在抖，陈先生，那是江景1号，现在的挂牌价，我就问你有没有现金买家，我也就这一个要求，全款，立刻7折，这种价格您亏了快1000万啊，卖不卖？不卖我找别人。我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中介咽了口唾沫，卖，马上办。签合同的时候，买家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个败家子精神病，拿着签字笔的手都在微微颤抖，生怕我反悔。全网都在疯传，养猪大户陈家的败家子疯了，贱卖豪宅换猪饲料。晚上10点，3000万现金到账。看着手机银行那串数字，我冷笑一声。1个月后，这玩意儿连擦屁股都嫌硬，但我现在需要把它们变成钢体，变成堡垒，变成活下去的资本。一脚油门踩到底，越野车轰鸣着冲向郊外。陈家村养猪场，夜色里，几千头猪正在猪圈里哼哼唧唧。上一世，这里是我的噩梦。那一轮红月升起后，这些平日里温顺的牲畜变成了比坦克还恐怖的绞肉机。我爹陈大发正坐在门口抽旱烟，他是老退伍工兵，这辈子就守着这几千头猪。看到我下车，老头磕了磕烟袋锅子，咋回了？城里房子卖了的事儿，村里都传遍了。圣子是不是惹啥事了？我看着老爹那张还没被风霜完全摧残的脸，鼻子一酸。上一世为了护着我，他被变异猪踩成了肉泥。爹，
天要塌了！我没解释太多，直接让他停掉所有的生猪出栏和饲料订单，把猪赶到东边那个最大的坑位去。接下来1个月，咱们干票大的。多大？把这儿改成要塞。1个小时后，第一批拉着加厚锰钢板的重卡轰隆隆驶入村口。这种原本用来造运钞车的特种钢板，在夜色下泛着冷冽的光，巨大的动静震醒了整个陈家村。村民们披着衣服围在养猪场门口，像看猴一样看着我指挥工人卸货。陈胜，你这是要把猪圈建成碉堡啊？这娃怕是读书读傻了，未婚妻跑了受刺激了吧？猪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混乱中，隔壁老王贼头贼脑的摸过来，这家伙手脚不干净，平日里就爱顺点猪饲料。这次他看上了卸在路边的一块合金板，那玩意儿一块就值几万。他刚伸手去搬，我已经站到了他身后，手里握着刚从后备箱翻出来的自制高压电击棍。滋啦，蓝色的电弧在夜色里炸亮。老王一声惨叫，整个人像触电的青蛙一样弹了起来，随后浑身抽搐着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周围看热闹的村民吓得齐齐退后3步，像看鬼一样看着我。陈胜，你敢打人，我要报警！人群里有人色厉内荏的喊。我把电棍在手里拍了拍，火花噼啪作响，映照出我冰冷的脸。这块地姓陈，谁手再伸进来剁手，脚伸进来断脚。冷风卷着我的声音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没人敢怀疑我是开玩笑。我转身直接在全网开启了直播，名字就叫《末世倒计时30天，打造钢铁屠宰场》。刚开播，早就蹲守看笑话的网友瞬间涌入。精神病院还没给你留床位吗？笑死！给猪装防弹玻璃，这钢板原子弹都炸不开，你想关恐龙？主播是不是那种末日妄想症啊？建议严查。我无视了满屏的疯子弹幕。爹，给你那个老战友一个大单子。我对陈大发说，我要定做2000台大功率高压灭虫灯，电压给我改到能把苍蝇瞬间气化的那种，还有去搞一批射钉枪，要装修用的那种强力的，改装一下，加上红外感应。虽然搞不到真家伙，但在末世初期，改装过的工业设备足够把那些刚变异的皮肉撕开。既然重生回来，成了这变异源头的主人，这一世我就要在这养猪场里亲手打造出一座能绞杀一切巨兽的磨盘。而第一批饲料，或许就是那些不长眼的蠢货。林威又来了，这回他戴了个戴金丝眼镜的律师，身后还杵着4个膀大腰圆的黑西装，阵仗比上次逼婚还大。他脸上贴着创可贴，换了身香奈儿当季新款，站在猪场满是猪粪味的土路上，捏着鼻子一脸嫌弃。陈胜，这是张律师。林威指了指旁边那2套江景房，虽然是你名下的，但我们也谈了3年，那是咱们的婚房，应当算作咱们的共同财产。你私自卖了，不仅要赔偿我1500万，还得把这破猪场抵押给我弟做精神损失费。张律师扶了扶眼镜，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抖得哗哗响。陈先生，如果不签，我们有权申请资产保全，冻结你的账户。我看着乐了，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算计婚后预期了。我站在刚焊好的金刚闸门后，手里捏着遥控器，冲他们咧嘴一笑。想要钱？行，进来拿。林威眼睛一亮，以为我怂了，踩着8厘米的红底高跟鞋就要往里闯。我拇指轻轻按下了红色按钮 ，C 区猪舍的气动阀门瞬间弹开，哼哧，10几头打了强效激素的杜洛克种猪冲了出来。这些家伙还没变异，但体重都飙到了400斤往上，浑身腱子肉，因为药物刺激红着眼珠子，看见移动物体就撞，地面都在震。那4个保镖还没反应过来，林威先尖叫一声，一头黑毛猪贴着他的腰撞了过去，那股子蛮力直接把他带飞了2米远。我的腿！林威狼狈地爬起来，高跟鞋断了一根，踉跄2步直接栽进了路边的排污沟，那里头流的可是发酵了3天的陈年猪粪水。保镖们想冲上来救人，我抄起旁边连接着消毒罐的高压水枪，水压调到最大，里面兑了半桶高浓度辣椒精，噗，水柱像鞭子一样抽过去，被击中的保镖瞬间捂着眼睛在地上打滚，惨叫声比林威还响。滚！再不滚，下次开的就是那扇门。我指了指后面那扇关着种猪王的特种钢门，眼神阴冷，那里面的家伙饿了3天了，正愁没饲料。林威从粪水沟里爬出来，原本精致的套装成了抹布，满脸污秽，一边干呕一边在那几个瞎眼保镖的搀扶下连滚带爬的逃了。世界清静了。老爹陈大发蹲在墙角抽旱烟，看着满院子正在浇筑混凝土的工人，眉头皱成了川字。圣子，那可是3000万啊，全砸进这几堵墙里了。村里人都说你疯了。二叔在外面骂了一上午，我把老爹扶起来，带他下了地窖。厚重的防爆门推开，冷气森森，300吨冷冻鲜肉码得像砖墙一样整齐，旁边是堆到天花板的10万箱压缩饼干和军用罐头。爹，再过几天，这堆东西能换半个省的命。我没多解释，只是把一把从黑市弄来的霰弹枪塞进他手里，语气冰冷。记住我的话，除了我，天王老子来了也别开门。我又指了指外面那50个正在巡逻的保安，这些都是我花重金从安保公司挖来的退伍兵，全签了生死契，每个人先发了10万安家费，月薪3万，唯一的要求就是绝对服从。这墙还得加厚，我要2米宽的钢筋混凝土，中间加3层锰钢板。我对着工头喊道：排水口全给我焊上合金滤网，苍蝇都不准飞进来一只。大门口我让人直接焊死了28道金刚闸门，每道门之间预留了半米空隙，那是留给感应雷和高压电栅栏的死亡走廊。这不是养猪场，这是给即将到来的地狱准备的绞肉机。到了傍晚，二叔陈二发果然来了。这老东西带着村里几个长舌妇，手里拎着还没洗的菜刀，站在大铁门外叫混：陈胜，你个没良心的狗崽子！你有钱盖乌龟壳，没钱借给你二叔10万块修房顶。陈二发跳着脚骂：你爹那个窝囊废不管你，老子替他管！今天不拿钱，老子就把你这铁门给拆了！那几个妇女也跟着起哄，甚至有人提着桶想往刚卸下来的钢板上泼大粪。我站在5米高的围墙上，看着底下这群跳梁小丑，手里拎着2箱刚过期的压缩面包，那是之前为了测试供应商发来的样品。
想吃，赏你们的。我把面包箱子揣了下去。陈二发被砸得一激灵，刚想骂娘，看清是吃的，立马撕开包装咬了一口。虽然过期了，但这种高油高糖的东西对这群吝啬鬼来说就是好东西。呸！过期的你也敢给老子？陈二发嘴上骂着，手却诚实的把面包往怀里塞。赶紧拿钱，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诈骗，说你以次充好卖病猪肉，吃完赶紧滚，3天后还在这晃悠，我就当你死了。我冷冷丢下一句：红月降临倒计时3天。我在村口公告栏贴了张通告，字写得很大，红月将至，想活命的自备3月口粮到村委集合，听从指挥。结果换来的是全村的嘲笑。老王叼着烟卷，指着我的鼻子跟旁边人笑，瞅瞅，读书读傻了不是？还红月，这小子就是胡来，装神弄鬼呢。大伙别信他瞎忽悠。村里的泼皮赖子眼神发亮，盯着我身后高耸的围墙，这小子肯定在里面藏了不少好东西。等过几天没动静，咱们组团上去吃大户，给他来个开仓祭品。最后只有3户人家敲响了侧门，那是平日里老实巴交帮我家喂猪的长工，拖家带口把自己那点可怜的家当都搬了进来。我也没废话，一人发了一套防护服，安排进了内勤组。直播间里人气破了100万，满屏的嘲讽弹幕刷得飞快。这就是那个卖房养猪的败家子。还有60小时，主播打算怎么死？切腹还是跳楼？这种钢板连穿甲弹都打不穿，这哥们是想在里面关哥斯拉吗？笑死爹了！我关掉手机屏幕，抬头看天，云层很厚，原本洁白的云絮正在慢慢染上一层铁锈般的暗红。胸口那道上一世被变异株獠牙贯穿的幻痛又犯了。我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压下了胃里的翻腾，握紧手中的液压斧，指关节有些发白。笑吧，等天塌下来的那一刻，我看谁还能笑得出来。倒计时归零，那一瞬间，世界仿佛被拔掉了电源插头，没有任何过渡，光明瞬间被吞噬，紧接着是令人窒息的死寂。这种黑粘稠的像能渗进骨头缝里。我站在20米高的全钢结构瞭望塔上，死死盯着天边。几秒后，那轮原本清冷的满月，像是被人泼了一盆过期红油漆，迅速浸染成一种妖异的猩红。红光洒下，整个养猪场笼罩在一层血色薄纱中。所有人注意，把防护服拉链拉死，没我的命令，谁露头谁死。我对着对讲机下令，声音冷硬，耳机里传来那50名退伍保安沉重的呼吸声。下一秒，脚下的养猪场炸锅了，没有那种熟悉的哼哼声，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骨骼爆裂脆响，咔嚓咔嚓，像是无数根干柴同时被折断。紧接着是肌肉纤维急速拉伸撕裂的闷响，那种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5000头猪同时异变。平日里除了吃就是睡的杜洛克肉猪，此刻像是被充了气的气球。一头原本300斤的出栏猪，在红光照射下，背脊高高隆起，黑色的鬃毛像钢针一样刺破皮肤，甚至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原本只有几十厘米的猪嘴被强行拉长，獠牙刺穿上颚，挂着粘稠的咸水。吼，这哪是猪叫，分明是雷鸣！轰，第一声撞击传来，那头长到5米长、2层楼高的黑色巨兽低头撞在了家后锰钢围栏上。这就是我花了大价钱的原因，足足5公分厚的特种钢板，竟然被这一撞顶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凸起，整个基地的地面都跟着颤了2颤。老板，1号社的大黑冲出来了！对讲机里有人惊呼：“慌什么？我来！”我合上合金面罩，启动了身上这套耗资500万的外骨骼装甲。液压感发出轻微的滋滋声，那是力量的声音。我纵身跃下高塔，落地时西部的缓冲装置喷出一股白气，面前这头巨猪正用那双像炭火一样红的眼睛瞪着我，它喷出的鼻息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和硫磺味。在他眼里，我这个前主人现在就是一块会动的点心。他动了，5吨重的身躯跑起来，像是一辆失控的重型卡车。地面上的混凝土寸寸皲裂，我没有退，甚至没有眨眼。就在那根1米长的獠牙即将把我也捅个对穿的瞬间，我猛地矮身，外骨骼助力系统全开，整个人像一颗滑行的炮弹钻进了他的腹部盲区。手中的液压巨斧早已充能完毕，给老子开！借着滑行的冲力，斧刃切入那厚实的腹部，没有想象中的阻力，改装过的合金斧刃配合数吨的动能，像热刀切黄油一样，顺着他的肚皮一路滑到了后背。不吃，哗啦，黑色的变异血水混着大团花花绿绿的内脏，像瀑布一样劈头盖脸的砸下来。巨猪因为惯性又冲出去10几米，最后4腿一软，轰然砸在地上，像推倒了一座肉山。他还在抽搐，想要爬起来咬我，生命力顽强的吓人。我走过去，战靴踩在血泊里吧唧作响，反手一斧，直接凿开他的后脑壳。在红白相间的脑浆里，一颗指甲盖大小、散发着幽幽红光的菱形晶体格外扎眼。上一世，这东西被称为神之源，我一把抓起，也不嫌脏，直接捏碎。晶体化作一道狂暴的热流，顺着掌心钻进血管，就像是静脉注射了一管烧开的红牛，心脏剧烈跳动，肌肉纤维在皮肤下疯狂蠕动，重组力量在成倍增长。爽！我吐出一口浊气。此时，围墙外的世界才真正炸开了锅。村子里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像是地狱的伴奏。隔壁老张家那条看门的大狼狗，这会儿估计已经长出了3个脑袋。陈胜，开门，我是你老婆！监控室的大屏幕亮起，刺耳的尖叫声穿透了隔音玻璃。我抬头看向屏幕，林维正披头散发的趴在第一道金刚闸门上，原本精致的套装成了布条，名牌包早不知丢哪去了。他拼命用指甲抠着门缝，指甲断了都在流血。陈胜，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看见灯了，让我进去，我给你生儿子，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他身后不远处的阴影里，一个篮球大小的黑影弹跳了一下。我冷冷地看着，拿起保温杯抿了一口水。生儿子，你还是留着去阴曹地府生吧。话音刚落，那只变异跳蚤动了。这东西以前就是个不起眼的虫子，现在却像个装了弹簧的绞肉机。它猛地弹射起步，速度快到监控只能捕捉到残影。锯齿状的口气像液压剪一样，瞬间咬合。咔嚓，林薇的大腿像脆脆沙一样断了，惨叫声大概只持续了2秒，因为那只跳蚤嫌它太吵，第2次弹跳直接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口气一收，血泉喷涌，林薇的脑袋歪向了一个诡异的角度，彻底没了声息。上一世把我害得家破人亡的女人，就这么死了，死得像只路边的死狗。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有点想笑。空中单位12点方向，老爹的声音在广播里炸响，天空中传来尖锐的破空声。那是村口王大妈养的大公鸡，现在长得跟翼龙似的，一展足有4米。它那一双利爪泛着金属般的寒光，直扑我的瞭望塔。这要是抓实了，钢板都能给它掀开。来得好，正愁晚上没加餐。我按下了手边的红色按钮，滋啪！围墙顶端伪装成装饰灯带的高压电网瞬间激活，1万伏的蓝色电弧在空中织成了一张死亡之网。那只变异公鸡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直接在空中炸成了一团火球，羽毛烧焦的糊味和烤肉的香气混杂在一起，飘满了整个院子。尸体焦黑，笔直的吊在墙外的尸堆上。我站在堡垒中心，看着满屏的红色警报，脸色狰狞。末世，在我的钢铁养猪场里，这他妈叫自助餐开业。红月升起的第2个夜晚，连空气都带着一股铁锈味。墙外那些撕心裂肺的哀嚎声歇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牙酸的咯吱声，那是变异兽在啃噬骨头的动静。监控屏幕泛着幽蓝的光，映照出墙根下蠕动的黑影。老王裹着2床印花棉被，臃肿的像只直立行走的蚕蛹，正费劲地推着一辆板车，车上架着养绒枪和乙炔瓶。跟在他身后的那10几个人，手里大多拿着撬棍和西瓜刀，一个个缩着脖子，呼出的白气在红月下格外显眼。老王，这地儿准没错。二叔陈二发凑了上去，手里还提着把豁了口的菜刀，那眼神贪婪的发绿。只要炸开这道后门，里头那些冻肉罐头够咱们吃8辈子。小声点！老王啐了一口唾沫。陈胜那个小兔崽子这会儿估计吓得尿裤子，这那是给人住的，这分明是金库，咱们这是劫富济贫。我坐在中控椅上，手里把玩着那一小块温热的净化结晶，冷冷地看着这出闹剧。爹，看清楚了吗？我指着屏幕，这就是咱们的好邻居、好亲戚。老爹陈大发站在一旁，看着监控里二叔那张狰狞扭曲的脸，嘴唇哆嗦了2下。圣子，吓唬吓唬得了，那毕竟是你二叔，小时候还抱过你。小时候抱我是为了偷咱家刚杀的猪下水。我打断老爹，手指悬在控制台红色的物理按钮上方。爹，记住了，这世道不想被人吃，就得先学会吃人。必须定向雷启动，我拇指下压，没有任何迟疑。轰！屏幕猛地一白，紧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抖动，沉闷的巨响隔着3层隔音玻璃传进来，震得桌上的水杯泛起涟漪。监控画面恢复时，后门外的雪地已经被掀翻了一层皮，火光冲天，将被子里的棉絮烧得漫天飞舞，像是一场诡异的黑雪。老王离得最近，氧气瓶殉爆，整个人直接没了，地上只剩下一滩焦黑的痕迹和几块散落的零件。那些跟在后面的壮汉被气浪掀飞10几米，横七竖八地躺在雪地里哼哼。二叔命大，或者是祸害1000年，他正好被老王挡了一下，没死透，但他那2条腿被弹片削得只剩皮肉连着骨头，正趴在黑红色的雪泥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我的腿！陈胜，你个杀千刀的畜生！剩下那几个被震晕又醒过来的幸存者，此刻彻底崩溃了。什么抢劫，什么分肉，在那2米厚的锰钢墙和要命的炸药面前，那就是个笑话。他们扔掉手里的家伙，跪在摄像头的盲区外，也不管有没有人看，哪怕额头磕在冻硬的土地上全是血。陈胜，陈老板，别炸了，我们错了，给我们口吃的吧，我们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呀，哪怕给口猪食也行啊。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打开了全村广播，电流声滋滋作响，紧接着我冰冷的声音覆盖了整个村庄的哭喊：想活命，把身上所有的黄金首饰、硬通货都扔进门口的回收斗，签下这份死契。基地的资源不养闲人，也不养大爷。进来后，你们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力，编号排在种猪后面。还有，正门那是给人走的，你们不配。我切换画面，指了指西墙根下一个用来排污水的管道口，入口在西边排污口。想活命的自己爬进来。那个管道口平时用来排猪粪水，哪怕现在冻住了，那种恶臭也足以让人窒息。但那些平日里自诩长辈、要脸面的人，此刻哪里还有半点尊严？他们像是闻见屎味的苍蝇，争先恐后的扑向那个管道。有人为了抢先一步，甚至把身边的人踹开，手脚并用的往里钻，哪怕污水糊满了脸，也不敢停下。二叔拖着那是2条断腿，在雪地上爬出一道长长的血痕。他拼命伸着手，想抓住前面人的脚踝。带我一个，我是他亲二叔，我有优先权。没人理他。这时候谁带个累赘谁就是傻子。他好不容易爬到管道口，正要把脑袋往里塞，一只穿着防爆靴的脚重重踩在他脸上，是我刚提拔的保安队长老张。老张没废话，一枪托砸在二叔嘴上，咔嚓，满嘴牙碎了一半，混着血沫子喷了出来。老板说了，你不配进来。老张啐了一口。我穿着外骨骼装甲走出闸门，居高临下的看着这条像死狗一样的生物。陈胜，我是你二叔啊！二叔含糊不清的哭嚎，鼻涕眼泪混着血。你小时候发烧，我还
那是为了找我爹借钱赌博。我打断他，想进来也行。我目光扫向后面缩成一团的婶婶，那个平日里最爱嚼舌根的女人。谁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谁就能换张门票。婶婶眼睛瞬间亮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隔壁老王家幸存的那个小儿子尖叫。我知道老王家柴火堆下面埋着2把土猎枪，还有那个谁刘寡妇其实没死，他家地窖里藏了50斤大米，我都带你去拿。周围幸存的村民都惊恐地看着这个疯婆子，为了半块压缩饼干，他把邻居最后一点底裤都扒干净了。这就是末世的人性，廉价的连猪食都不如。我摆摆手，让老张把婶婶拖进去消毒。至于二叔，就让他在这雪地里自生自灭吧。变异兽的嗅觉很灵，新鲜的血腥味应该能吸引不少大家伙过来帮我看门。清理完垃圾，整个世界清静了不少。此时，全球无线电频道里全是绝望的求救信号，哭喊声、枪炮声乱成一团。唯有我这里高墙耸立，火光通明，甚至还能闻到食堂飘出来的红烧肉香气。深夜，气温骤降，我正在私人实验室里调试能量提取。桌上那堆净化结晶散发着诱人的红光，这东西现在是无价之宝，以后更是硬通货。一道极其轻微的风声掠过，这里的安保系统是顶级的，除非是那种速度极快的异能者，否则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谁？我没有回头，手指却悄悄摸向了桌底的控制开关。陈胜，死到临头还装什么淡定？阴冷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林强手里攥着一把从后厨顺来的剔骨刀，眼珠子绿油油的，像2团鬼火。他身上还穿着那件昂贵的西装，只是现在破破烂烂，沾满了不明液体。林威这个废物弟弟竟然觉醒了速度系异能，看来上一世没白活，这小子有点狗屎运。你杀了我姐，我要你给他陪葬。林强舔了舔嘴唇，目光贪婪地盯着桌上的结晶。当然，如果你把这些亮晶晶的石头给我，再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我或许能让你死得痛快点。觉醒了点能力，就真以为自己是主角了？你姐那是为了救你才死的吧？我转过身，靠在实验台上，没记错的话，那个跳蚤本来是冲你去的，你把你姐推出去挡枪了。林强脸色一僵，随即变得更加狰狞。放屁，那是他自愿的。少废话，去死！唰，他身形一晃，确实快，普通人的肉眼只能捕捉到1道彩米，那把剔骨刀直奔我的咽喉而来。若是换个人，现在喉咙已经被割开了，但我连动都没动。就在刀尖距离我只有5公分的时候，我按下了桌底的红色按钮，重力立场10倍覆盖。空气骤然滞涩，沉闷的嗡鸣声响彻实验室。原本轻盈如燕的林强，像是突然背上了一座大山。啪叽，那姿势极其滑稽，他像只被人一脚踩住的癞蛤蟆，整个人狠狠拍在水泥地上，膝盖骨瞬间粉碎，发出令人牙酸的脆响。剔骨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被自身的重量压得微微弯曲。林强张大嘴想惨叫，但10倍重力压迫着他的肺部，让他只能发出破风箱般的嘶嘶声。他的眼球暴突，鲜血顺着七窍往外滋，地板砖都被压出了细密的裂纹。起不来，我走过去，捡起那把剔骨刀，在手里掂了掂。重力场对我无效，因为我身上的外骨骼装甲早就预设了反重力磁片。我蹲下身，用刀面拍了拍林强那张已经变形的脸。速度挺快，可惜脑子不好使。这里每一块地砖下面都埋着重力感应线圈，本来是给那些大家伙准备的。既然你这么急着送死，那就先拿你祭旗。林强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那是面对绝对力量时的绝望。他想求饶，嘴唇蠕动着，姐夫，别乱攀亲戚，晦气。我站起身，调节旋钮，15倍。噗嗤，一声闷响，像是烂西瓜被踩爆。林强不再动弹，整个人被强行压成了一张肉饼，鲜血顺着地砖缝隙渗了下去，倒是省得我拖地了。我看了一眼桌上的监控屏，外面又有几只变异老鼠在试探电网。这末世才刚刚开始热身呢。来人，把这滩东西铲出去，喂猪。红月降临第7天，空气里的硫磺味更重了，地面开始震颤，像是有重型坦克群正在逼近。杯子里的水面荡起一圈圈剧烈的波纹，接着是远处森林传来的咆哮，那声音沉闷如雷，震得厂房顶棚的灰尘簌簌往下落。来了！我盯着监控屏幕，一头足有10米高的变异野猪王撞碎了森林边缘的护栏。这畜生浑身披挂着一层灰白色的骨质铠甲，背脊上的骨刺像一排排倒插的利刃。随着他的呼吸，鼻孔里喷出2股带着火星的黑烟，嘴里流淌的不是口水，而是暗红色的岩浆，滴落在雪地上，痴痴的冒着白烟。他身后跟着几百头2阶变异兽，汇成一股兽潮，直奔村子而来。平日里还算坚固的土墙，在野猪王的冲撞下瞬间崩塌。他甚至没减速，那对6米长的獠牙直接挑飞了一辆挡路的拖拉机。咚！整个养猪场基地剧烈晃动了一下，第一道防线的锰钢板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扭曲声。基地大厅里乱成一锅粥，那些借住的村民缩在墙角，脸比外面的雪还白。陈胜，墙要塌了，你想想办法，我们都会死的。这怪物连坦克都能撞翻。我没理会这些噪音，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了那个铅盒，里面躺着10枚刚收集到的2阶晶核，散发着诱人又危险的红光。上一世没人敢一次性吞这么多。我抓起晶核，一把捏碎，狂暴的能量顺着掌心钻进血骨，像是有无数把烧红的小刀在剔骨刮肉。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冷汗瞬间浸透了作战服，又被体温蒸干。剧痛之后是一种奇异的通透感。我睁开眼，世界变了，四周不再是冰冷的墙壁，我能听到周围钢铁的呼吸，地下的钢筋，墙壁的合金板，
手里这把液压斧，甚至连远处野猪王獠牙上挂着的拖拉机残骸，都成了我肢体的一部分。异能觉醒，金属掌控，猎魔队上重弩，掩护射击。我拎起液压巨斧，按下了闸门的开启键。老爹急得想拉我，圣子，你一个人去，够了。我大步走出闸门，金属战靴踩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那头野猪王看见了新的目标，他前蹄刨地，仰天咆哮，裹挟着腥风朝我发起冲锋。几十吨的肉弹冲击，连地面都在挨米。50米、30米、10米，他到了眼前，我没躲，只是猛地张开双臂，掌心向上虚抬，起，大地崩裂，几十根粗壮的工字钢毫无征兆地从冻土下刺出，它们不再是死物，而是被赋予了杀意的长枪。最前排的10几头2阶变异兽瞬间被钉死在半空，像是一串串恐怖的肉串。野猪王反应极快，硬生生刹住车，还是被一根钢刺划破了腹部。他疼得发狂，张口就是一股暗红色的岩浆，直喷我的面门，想融了我。我眼神一冷，四周散落的废弃汽车零件、断裂的钢筋瞬间汇聚，在我面前交织成一面巨大的螺旋盾牌，疯狂旋转。岩浆撞在旋转的钢盾上，被离心力甩飞，溅落在周围的变异兽身上，烫得他们滋哇乱叫。趁着野猪王就力已经心力未生，我脚下的合金板猛地弯曲弹射，我像一颗出膛的炮弹，直接跃至半空。给我断！手中的液压巨斧在异能加持下，斧刃延伸出1米长的黑色锋芒，咔嚓，巨斧斩过，骨刺崩飞。那颗硕大的猪头还没来得及闭眼，就和躯体分了家，滚烫的兽血喷起3丈高，像一场绿色的暴雨。野猪王庞大的身躯顺着惯性滑行了10几米，最后撞在钢盾侧，轰然倒地。战场瞬间死寂，剩下的变异兽看着首领的尸体，发出一声哀鸣，夹着尾巴逃回了森林。我站在猪头上，甩了甩斧刃上的血珠，顺手就回了一队躲在加油站废墟里的研究员。这几个人穿着白大褂，冻得哆哆嗦嗦，手里还死死抱着装满数据的硬盘。这是好东西，以后搞科研用得上。回到基地，危机解除，本以为能清静会儿，没想到人一旦没了生命威胁，心思就开始活络。大厅里，村里的会计孙德贵正站在桌子上，手里举着个大喇叭，唾沫横飞。乡亲们，陈胜为什么这么强？他肯定有解药，或者是某种强化药剂。这是全人类的财富，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吞？大家说是不是？底下几个平日里好吃懒做的闲汉跟着起哄，交出解药，我们也想变强。陈胜太自私了，这是反人类罪。刚被救回来的那几个研究员想解释什么是晶核进化，被孙德贵一脚踹开。我摘下沾血的头盔，看着这出闹剧，想要药。我走到孙德贵面前，孙德贵被我身上的血腥气吓得退了一步，但看到身后几十个被煽动起来的村民，他又挺直了腰杆。陈胜，你别想吓唬人，今天是法治。行，我打断他的话，挥手示意保安队让开。想要变强，想当英雄，我不拦着。我按下墙上的红色按钮。厚重的金刚闸门缓缓升起，外面的寒风夹杂着血腥味灌了进来。几只还没散去的变异巨鼠正在啃食野猪王的尸体。听到动静，那几双绿油油的眼睛齐刷刷看了过来。这种巨鼠光是门牙就有半米长，连水泥墩子都能咬碎。一只巨鼠丢下猪大肠，试探着往门口爬了进。磨牙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清晰的刺耳。去吧，我指了指门外，外面全是药，谁能杀一只老鼠带回来？我不仅给解药，我还把这基地送给他。孙德贵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刚才还叫嚣着要公平的村民们，此刻腿抖得像筛糠。那只巨鼠猛地发力，朝门口窜了一级。妈呀！孙德贵怪叫一声，从桌子上滚下来，连滚带爬的往回跑，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其他人更是此时恨不得把头塞进裤裆里，扑通扑通跪了一地。胜哥，我们错了，关门，快关门啊！都是孙德贵挑唆的，我们没想造。几个人为了表忠心，按着孙德贵就开始扇耳光，打得啪啪作响。刚才不是挺硬气吗？我点了根烟，冷冷的看着这群丑态百出的东西。记住了，这世道弱者没有提条件的资格。大门重新落下，我没心情处理这些垃圾，直接让保安队把带头闹事的扔进最底层的猪圈清理。回到中控室，我调出了雷达扫描图。刚才战斗时，我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共鸣，那种能量波动不属于地球阴冷、粘稠和红月的气息同源。信号源就在村后的废弃矿坑，屏幕上的红点在跳动，像是一颗正在复苏的心脏。我有种预感，那里孕育的东西比野猪王可怕100，必须在它破壳之前把它碾碎。地面开始有节奏的跳动，那是几千吨肉体砸在地面上的动静。县城方向，一团巨大的黑影正贴着地皮蜿蜒而来，那是一条变异黑莓锦蛇，体长绝对超过300米。以前用来抓老鼠的家伙，现在鳞片变得比卡车轮胎还大。它路过几栋烂尾，尾巴随意一扫，钢筋混凝土结构就像豆腐渣一样崩塌，腾起漫天烟尘。这畜生显然是被基地里海量生肉的气味，还有净化结晶的高能反应引来的。所有人立刻撤入地下特级防空洞，把气密门锁死。老爹陈大发举着望远镜的手都在抖，他是见过血的老兵，但这玩意儿已经超出了他对生物的认知范畴。圣子，这东西皮太厚，咱们的重机枪给他挠痒都不够。我知道，我盯着那对像探照灯一样的蛇眼，肾上腺素飙升，手心却异常干燥。我在基地外围埋下的几吨高爆桉油炸药，还有整个村庄地下的金属管网，等的就是这种大家伙。滋蛇王昂起上半身，隔着200米喷出一口浓郁的紫。基地外层的加厚锰钢板接触到雾气，立马发出令人牙酸的腐蚀声，白烟直冒。这玩意儿要是进来了，几千头猪连骨头渣都剩不下。我深吸一口气，双手猛地按在控制台上，金属掌控起，意念所及之处，埋藏在村庄地底的自来水管、废弃钢筋，甚至倒塌房屋里的防盗窗，全都在这一刻发出轰鸣。无数金属构件破土而出，在半空中强行扭结，织成一张覆盖方圆几百米的巨大金属岛网，直接照向蛇王。蛇王猛了，下意识想甩头挣脱，过载模式开，我一脚踹下发电机组的总闸。基地地下室8台重型柴油发电机同时发出钉死咆哮，转速瞬间拉爆，经过变压器增幅的高压电流，顺着我不惜成本铺设的超导电缆，全数灌注进
进那张金属网里，滋啦轰！这一瞬间，村口亮得像核爆现场，一道粗如水缸的蓝色电弧精准贯穿了蛇王的头颅。哪怕他鳞片绝缘性再好，这可是几万伏的特高压。蛇王浑身僵直，300米长的身躯像跟通电的灯管一样疯狂抽搐，焦臭味瞬间盖过了血腥气。爹，开炮！我对着对讲机吼道。老爹反应极快，操控着那门私自改装的液弹大炮，对着蛇王僵硬的脑袋就是一发。白色的寒气团炸开，蛇王还在冒烟的眼球和鼻孔瞬间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刚刚被电流高温烫软的鳞片遇冷急速脆化，死！我根本不给他缓过来的机会，拎着最后一枚单兵温压弹，直接从10几米高的围墙跳了下去。这是玩命，但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在这个末世，谁才是最狠的那个。我踩着蛇王冰冷滑腻的鳞片，3步并作2步冲到他的7寸位置。此时他正张大嘴巴试图呼吸，那张深渊巨口里还冒着黑烟。我拉开拉环，直接把温压弹塞进了他喉咙深处，然后顺势向后翻滚，用2块崩飞的钢板挡在身前。咚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蛇王的7寸位置猛然膨胀，紧接着血肉横飞，半截身子直接被炸断，漫天血雨夹杂着碎肉块，像下暴雨一样噼里啪啦砸在雪地上。这一炸，把方圆10里蠢蠢欲动的变异兽吓得魂飞魄散，夹着尾巴死命往远处逃。我抹了一把脸上的蛇血，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头顶就传来了螺旋桨搅动空气的噪音。3架涂着迷彩的军用直升机悬停在半空，巨大的风压吹得地上的雪泥四溅。这帮人，蛇王来的时候不见影，蛇王死了倒是来得挺准时。直升机降落在清理出的空地上，舱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中年男，他嫌弃地捂了捂鼻子，似乎这里的血腥味玷污了他高贵的嗅觉。他身后跟着2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枪口有意无意地抬着。我是东部战区第3搜救队的特别代表。中年人拿出一份盖着红章的文件，甚至没正眼看我。陈胜是吧？鉴于你私藏大量违禁军武，且拥有具备战略价值的防御设施，上级决定征收这里作为临时指挥所。他说着，把文件往我面前一递，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像是古代来宣旨的太监。你本人编入后勤队，负责喂猪，你的这些武装人员全部缴械接受整编。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老爹带着保安队握紧了手里的枪，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绝对敢开火。我没接文件，甚至都没擦手上的血。我抬头看着他，指了指墙头那几门还在冒着热气的炮，又指了指地上还没凉透的蛇王尸体。征收！我笑了，笑得有些冷。我杀怪物的时候你们在哪？我修墙的时候你们在哪？代表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有人敢拒绝。这是命令，如果你抗拒，他的手本能地摸向腰间的配枪，但我比他快，确切地说，是我的意念比他快。噌，他腰间的90-20手枪像是有了生命，猛地自动脱离枪套，飞到半空，然后调转枪口，硬生生顶在了他自己的眉心上，甚至连那几架直升机的旋翼都开始发出不正常的金属摩擦声，仿佛随时会解体。你是异能者？代表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冷汗顺着鬓角流下来。这里的一块砖、一头猪，甚至地里的一只蚂蚁都姓陈。我往前走了一步，身上的血腥气逼得他连连后退。想进来避难可以，按人头交税，黄金、结晶、技术我都要。进来了就得听我的规矩，哪怕是天王老子在这里也得给我盘着，否则下一枚温压弹炸的就不是蛇，是你们的营地。代表吞了口唾沫，看着悬在眼前那黑洞洞的枪口，又看了看周围那一圈眼神凶狠、浑身浴血的暴民，他发现自己那套官威在这里连个屁都不是。误会，都是误会。他颤抖着举起双手，我意念一松，手枪掉在地上，滚！直升机狼狈的升空逃离，比来的时候快了1倍。我站在满是疮痍的废墟上，看着那半截蛇尸，还有身后那些敬畏到极点的目光。这一刻，我知道秩序变了，以前靠法律，现在靠拳头。既然我有最大的拳头，那我就是道理。基地的储备粮倒是够吃2-3年，但弹药消耗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得多，尤其是用来制造电磁轨道炮的高精度无缝钢骨，库存直接建了，没有重火力。下次红月一边要是来个皮糙肉厚的大家伙，光靠现在的防御工事，我看悬。指挥室里，我盯着墙上的战略地图，手指在10公里外的临镇画了个圈，那里有家重型机械厂，以前是军工厂的隐蔽库房，好东西肯定不少。陈总，保安队长王刚压低声音，脸色不太好看。侦察队回来说，那地界现在归黑龙帮管，又是这帮杂碎，首领叫黑龙，以前就是个混社会的，末世爆发觉醒了火焰一脑，更是无法无天。这家伙把机械厂当成了土皇宫，还在公共频道里架了个广播电台，天天循环播放他的那套歪理邪说。我随手拧开收音机，里面正好传出黑龙那个公鸭嗓，周围那几个老鼠洞，听好了，还是老规矩，3天交一个年轻女人，10箱罐头，少一样老子就带人过去把你们烤成乳猪。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狂笑，背景音里还夹杂着女人绝望的哭嚎和撕扯衣物的声音。屋内几个保安听得拳头捏得嘎嘣响，我关掉收音机，甚至觉得有点好笑，跟我抢资源，他也配？半小时后，养猪场的大门轰然洞开，我也懒得搞什么潜入作战，直接把那台刚改装完的猛钢推土机开了出来。这玩意儿前面加装了直径3米的旋转合金刀刃，为了防止卡住，我还特意磨了边，活脱脱一台移动的绞肉机。身后跟着30个全副武装的保，个个杀气腾腾。去镇上的必经之路要穿过一片杨树林，以前这地方挺幽静，现在却静得瘆人。树上挂满了白茫茫的丝网，每一根丝都有拇指粗黏糊糊的还在往下滴液。变异蜘蛛林，那几棵老杨树冠上趴着数十只磨盘大小的花蜘蛛，树上挂满了白茫茫的丝网，每一根丝都有拇指粗黏糊糊的还在往下滴液。变异蜘蛛林，那几棵老杨树冠上趴着数十只磨盘大小的花蜘蛛，复眼泛着绿光，直勾勾盯着我们这队送上门的口。陈总，这玩意儿要是沾上火都不好烧。王刚端着枪，手心有点冒汗，省点子弹。我坐在驾驶室里，甚至都没减速，右手微微抬起，指尖对着路边那一堆废弃的护栏，钢筋轻轻一勾，磁力场瞬间炸开，那些锈迹斑斑的钢筋像是活了过来，在空中绷直旋转，发出凄厉的破空声。噗！还没等那些蜘蛛吐丝，漫天的钢筋飞梭就已经把它们扎成了刺猬。绿色的浆液像雨点一样爆开，把白色的丝网染得恶心至极。推土机一路碾过去，连只完整的蜘蛛腿都没留下。到了机械厂大门口，那2扇铁门在我看来跟纸糊的没什么两。推土机油门踩到了，轰的
一声，大门直接飞出去10几米，砸翻了2个正在抽烟的喽啰。厂房空地上，黑龙正坐在一堆用蛋壳焊成的宝座上喝酒，旁边几个衣不蔽体的女人正跪在地上给他擦血。看到那台狰狞的推土机，黑龙愣了一下，随即扔掉酒，浑身猛地腾起2米高的火。陈胜，那个养猪的。他站起来，脸上的横肉抖了抖，眼神阴逵。老子还没去找你，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正好，明天把你那几千头猪宰了，给兄弟们开荤。他双手猛地一推，2条粗壮的火龙卷着高温直扑推土机，猛刚驾驶室瞬间变得滚烫。我没打算硬抗，一脚踹开车门跳了出去，人在半空，意念一动，周围散落的几块铁皮瞬间飞过来，在我身前层层叠叠扣成一面盾牌，火焰舔舐着金属，发出滋滋的声响。我落地翻滚，抬头看了一眼头顶，这座老厂房虽然破，但顶棚全是实打实的工字钢结构。玩火是吧？我嗤笑一声，双手猛地向下一压，磁场全开，厂房顶部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扭曲声，几十根粗大的承重钢梁瞬间失去了支撑力，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拍了下。给我压！黑龙感觉到了头顶的风压，惊恐地抬起头，但他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轰隆！几百吨重的钢结构连带着整个屋顶，像是拍苍蝇一样把它拍进了地底，烟尘散去，只剩下一只焦黑的手在废墟缝隙里抽搐了2下，彻底不动了。把人挖出来，别浪费了结晶。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吩咐道。黑龙帮剩下的几10个小弟早就吓尿了裤子，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拔腿就跑，我也懒得追，让保安队看着处理。我在地下仓库里转了一圈，收获颇丰，除了那堆急需的无缝钢管，还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一箱蓝色的药剂——元素稳定剂。这玩意儿在末世后期可是硬通货，能防止觉醒者能量暴走，市价炒得比黄金还贵。没想到黑龙这土鳖把它当饮料锁在柜子。更意外的是，我们在地牢里发现了一群被锁链拴着的囚犯。这帮人虽然瘦得皮包骨，但眼神里还透着绝技。领头的是个胡子拉碴的老头，正拿着半截粉笔在墙上画图纸。我走近一看，乐了，这人我认识，老爹以前部队里的老部下，退伍后一直搞军工研发，是个宝贝疙瘩。张叔，老人眯着眼看了我半天，浑浊的老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圣子，你是老班长家的圣子？是我。我挥手让人砍断锁链。张叔，以后别画墙了，去我那儿，真的电磁炮够您研究。这一趟不仅解决了材料，还捡了个总工程师血赚。我下令让保安队把这里搬空，连地上的螺丝钉都别给黑龙帮剩下。回程路上，我在路边的烂尾楼里碰见几个躲雪的幸存者，一个个冻得跟鹌鹑似的，看见我们的车队就像看见了亲爹。我不经意扫了一眼，其中有个戴眼镜的男的，看着眼熟，想起来了，这不就是末世前在我直播间刷屏骂我败家子、精神病那个键盘侠吗？那时候骂得可凶了，说我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空气。现在他正跪在雪地里，把头磕得咚咚响。圣哥，陈爷，我们错了，求你带我们走，哪怕去猪场吃猪食也行啊！我也没那个闲工夫跟他们计较前世今生的恩怨。基地确实缺人手，尤其是那些没技术含量的脏活累活。我降下车窗，冷冷地看着他们，想进猪场，行啊，正好化粪池那边缺几个清理工，全天无休，没工钱，只管2顿猪食，干不干？干干，我们干！几个人如获大赦，那模样恨不得现在就跳进化粪池里。我关上窗，不再看这些丑态，卡车满载而归。我摸着口袋里那瓶冰凉的稳定剂，心情大好。有了这些钢管和张叔，哪怕下次来的不是猪王，是龙王，我也能给他轰下来。红月异变第15，老天爷翻脸比翻书还快。前一秒空气还闷热的让人裤裆冒汗，下一秒鹅毛大雪就劈头盖脸砸了下。这不是普通的雪，雪片带着一股子铁锈腥味落地成冰。短短3个小时，气温从0上30度直接干到了0下60度。钢铁堡垒的外墙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那是金属冷缩在挨米，警报声要把耳膜刺穿。老爹陈大发裹着2层军大衣，眉毛上全是白霜，抓着麦克风在大喇叭里吼：柴油发电机组全冻住，暖气停了。圣子，B区那帮新来的孙子在砸仓库门，监控屏幕里，一群刚收留不久的难民正举着撬棍疯狂攻击物资仓。陈胜，你囤了几百吨无烟煤，分点出来会死啊！不开门大家一起死，老子不好过，你也别想活。带头那个叫赵虎，长得5大3粗，手里那根撬棍还是昨天我发给他通下水道用的。我国警特制的恒温作战服，拎着液压服走下高台，靴子踩在钢板上，脆响敲得人心头发紧。赵虎看见我，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但仗着身后几10号人，脖子一梗，虚张声势的吼道：陈老板，做人不能太绝，兄弟们不想冻成冰棍。砰一声枪响，世界清静了。赵虎眉心多了个红点，直挺挺倒进雪地里，血刚流出来就冻成了红色的冰碴子。人群瞬间死寂，原本举起的拳头全都缩了回去。我吹了吹枪口的白烟，眼神扫过这群人，谁还觉得冷？我可以帮他彻底凉快凉快。没人敢吭声，只有牙齿打颤的声音。我踢开赵虎的尸体，指了指地下室方向，启用来福山石墨烯备用电池组，供暖优先保猪圈和核心区。至于你们，想活命的去铲雪，铲满1吨换1小时暖气。刚把这群鹌鹑镇住，地面突然震得像在筛糠，远处风雪里几个巨大的黑影撞破了夜色，那是猛犸象，确切的说是变异返祖的远古巨象，浑身披着1米多厚的冰甲，那象牙比我这围墙还要长。红月之下，这几头庞然大物眼冒红光，看着就不是来拜年。轰！领头的巨兽一头撞在细墙上，哪怕是2米厚的加厚锰钢板，也被这一撞顶出一个惊人的凹起，连接处的铆钉崩飞，像子弹一样打穿了旁边哨塔的防弹玻璃。工程师老李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惨白。老板，这玩意儿皮太厚，这层冰甲加上硬皮，穿甲弹打上去都跳弹，强撑不住几下的。别慌，我盯着那巨兽腹下，那是他们唯一的软肋，守好家，别让我的猪受惊。我扔下一句话，扣上滑索，直接翻出几10米高的围墙，落地的瞬间，0下60度的寒风像钢刀一样往肺里钻，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血腥味。金属掌控开，我手里的高锰钢长矛在异能加持下发出嗡鸣，尖端分子重组变得比金刚石还硬。那头猛犸象正准备发起第2次撞击，前蹄高高扬起，地面被踩得龟裂。就是现在，我一个滑铲冲进它身下积雪，那味道比化粪池炸了还冲，给我死！长矛借着它下落的千钧之势，精准捅进排泄口，直捣心脏。巨象悲鸣震得我耳
耳膜出血，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差点把我压成肉，但我没时间庆祝。剩下3头猛犸象发了狂，长鼻横扫，直接把我的退路封死。一根巨大的象牙横扫过来，锁缰绳啪的一声断成2，我整个人跌进深血堆，周围全是如坦克般粗壮的象腿。圣子，老爹在墙头嘶吼，在那台改装的液弹炮前疯了似的操作，呼呼，几团白雾炸开，极低温让巨兽的动作迟缓了一瞬，但这种极寒天气反而成了他们的主场。那点液弹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个凉爽喷雾，没退路了，体温正在急速流失，手脚开始麻木，作战服的供暖系统在那一摔中报废。我看了一眼刚倒下的巨象尸体，一咬牙，液压斧狠狠划开他的肚，滚烫的内脏哗啦流了一地，热气腾腾，我顾不上恶心，整个人直接钻进了那个充满血腥、油脂和温热的腹腔。这就是末世，想活命就别当人。外面的踩踏声震耳欲聋，大地都在颤抖，但我缩在满是腥臭的黑暗里，硬是靠着这头畜生的余温扛过了最致命的一波极寒风暴。1个小时后，风雪稍歇，我浑身是血，像个血葫芦一样从尸体里爬出来，顺手割下了那对最长的象牙。当我拖着象牙回到基地大门时，刚才还在抱怨太冷的幸存者此刻全都跪在雪地里，头都不敢。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只剩深深的恐惧。老爹红着眼冲过来，想骂我又舍不得，手都在抖。我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渣子，看着墙外远处那些被冻成冰雕的其他小型势力，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今晚加餐红烧象拔。这场极寒清洗了世界，而我的钢铁养猪场成了这片死寂白原上唯一的活路。极寒消退，冻土层还没化开，雷达那刺耳的警报声就炸响。我看了一眼监控屏幕，12辆装甲车，清一色的军用涂装，正大摇大摆地堵在养猪场门口，来者不善。我站在几层楼高的金刚闸门上，居高临下的俯视，领头那人倒是眼熟，刚好奥林威生前那个开宝马备胎。没想到这种货色在末世不仅没死，还混上了官品。此刻他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制服，戴着个墨镜，也不怕雪地反光晃瞎他的狗眼。站在他旁边的是个中年人，肩膀上挂着军衔，背着手，一脸自以为救世主的傲慢。我偏了偏头，老爹递过来扩音器，还没开口，下面的人先咋呼上了。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盖着红戳的纸，抖得哗哗响，官腔打得震天响。我是省搜救队赵刚，接到群众实名举报，陈胜你私藏大量违禁物资，非法组建武装势力，现在命令你立刻解除所有防御设施，交出基地控制权，接受统一调配。张豪往前凑了2，摘了墨镜，脸上那股阴毒劲儿藏都藏不住，指着我大喊：听见没？陈胜，赵指挥可是代表省里来的，识相的赶紧滚下来开门。他压低了声音，对着扩音器冷笑，声音传到我这儿，我知道林威死在你这儿，你现在跪下求我，把你那几百吨肉交出来，再让老子爽爽的把你踩在脚，我或许能保你一条狗命。我靠在栏杆上，手里拿着根刚烤好的猪肉，撕了一条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想要基地，我拍拍手上的肉渣，把那把液压巨斧往地上一顿，发出一声闷响。你是没睡醒，还是脑子里塞了猪粪？赵刚脸色一沉，显然没见过这么硬的钉子。陈胜，这是战时命令，你想造反？造反！我嗤笑一声，打了个响指，咔咔咔，城墙上伪装版翻开12门自行改装的电磁轨，同时通电，低沉的电流嗡鸣声让人头皮发麻。12个红色的激光瞄准点，整整齐齐的码在赵刚的脑门和那些装甲车的油箱上，这叫正当防卫。我吐掉嘴里的肉精，眼神冰冷，我就数3声，3声之后还在我视野里，我就请你们吃花生米，那种穿甲爆破的。3，赵刚腿肚子一软，他是个识货的，那炮口粗的能塞进脑，这一发下来，别说装甲车，骨灰都得给他扬了。撤，先撤到村口驻扎。车队灰溜溜的退了下去，但显然没死心。深夜，中控室的金属感应警报突然发出一声尖笑，屏幕上水源净化室里有个鬼鬼祟祟的人，是个新来的保安，叫孙强，平时看着挺老实，没少吃我的压缩饼干，这会儿正哆哆嗦嗦的拧开主输水管的检修口，往里倒一瓶绿的发亮的液体。张豪这孙子正面刚不过，开始玩阴的，那是神经毒素，只要一滴流进蓄水池，这几千头猪连带基地里的人全得瘫痪，到时候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我没动，只是把手放在了冰冷的控制台上，感应全开，水管里的金属闸门在我意念下瞬间扭曲闭合，死死卡住了流向基地的通道。那团绿色的毒液被金属壁挤压，根本下不去。想喝水，那就请你们喝个够。我手指一勾，磁力逆转，那团被金属分子包裹的毒液顺着外部取水管道直冲村口营地。此时，村口营帐里，张豪正举着行军壶跟赵刚碰杯，一脸得意。赵指挥放心，内线已经动手，那毒药可是烈性，等天一亮，这钢铁堡垒就是咱们的。好，到时候那几千头猪，赵刚笑着仰头猛灌了一口，下一秒，那种得意的笑声变成了凄厉的惨，不像人声，倒像是喉咙里被塞进了一把烧红的刀子。张豪捂着肚子在雪地上疯狂打鼓，整张脸紫的发黑，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周围几个喝了水的士兵直接口吐白沫，在那抽搐着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好机会！我看着监控里的乱象，按下了红色的发射钮，开火。12门电磁炮同时咆哮，没有什么轰隆隆的巨响，只有空气被撕裂的爆。村口的装甲车队瞬间变成了废铁，火光冲天而起，但这火光刚起就被天上的异象压了下去。那轮该死的红月闪烁了一下，天上没下雪，反而飘下了无数透明的粉尘，那是孢子。极寒之后是更加无解的生物瘟疫。那些原本还在地上打滚的搜救队残兵，接触到孢子的一瞬间，皮肤就开始鼓包，噗嗤，鲜艳的菌盖顶破了他们的头盖骨，像是在人体上开出的恶之花。张豪还没死，他拖着烂掉的半截身子，拼命往我这边爬，在雪地上拖出一条黑色的血痕。这会儿他火蜥蜴能觉醒，浑身冒着火光，但这火根本烧不掉那些寄生在骨髓里的真菌。陈胜，开门救我！你看在林威的面子上，他满脸是血，一只眼睛里已经长出了白色的菌丝。我不为所动，甚至拿出了手机拍了张照。面子你也配？咔嚓，一颗巨大的红色蘑菇从他嘴里
硬生生挤出来，直接撑裂了他的下颚骨。他最后瞪着那双死鱼眼，变成了红月下的一坨养料。基地里也乱了，那个投毒的孙强，还有几个刚才趁乱想开门去迎接正规军的墙头草，身上也沾了飘进来的孢子。他们惊恐的想把溃烂的手藏进袖子。陈总，我没事，就是有点痒，我也不是故意的。孙强跪在地上，裤裆湿了一片。我抬手，墙壁上的装饰钢条瞬间激射而出，化作几道荧光，刷刷刷，几颗人头落地，干脆利落。断颈处喷出来的不是血，全是密密麻麻蠕动的白色菌丝，看得周围的人一阵干呕。所有人听着，我打开广播，声音冰冷的传遍每一个角落，关闭所有进风口，启动紫外线全场消杀模式。以后谁再敢吃里扒外，或者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下场就跟外面那坨蘑菇一样。基地外，孢子迷雾越来越浓，世界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我的钢铁堡垒在紫色紫外线灯的照射下，成了一座冰冷的孤岛。想抢我的地盘，下辈子吧。红月一变得最终临界点，来的比预想中更安静，也更恶心。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种沉闷的，类似心脏在耳膜旁跳动的咚咚声。村后那座废弃了几十年的老矿坑，像是被人从地底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裂缝深不见底，一股浓郁的腥甜气息喷涌出，那是高度腐烂的肉类混合着硫磺的味道。巨大的肉质母体正在那深渊中蠕动成型，它每一次搏动，四周的岩石就跟着震颤，仿佛大地在痛苦的呕吐。警告，高能反应！警告，精神污染指数爆表！战术目镜上的毒素疯狂跳动，红的刺眼。我按住突突直跳的太阳穴，那种源自血脉深处的躁动简直要炸开我的血液。体内的异能核心像是个被烧红的轴承，在胸腔里疯狂旋转，这是万磁领主的进阶契机，也是地球沦为异形孵化场的倒计时。我不活了，脑子里有东西在钻。基地内，一名心理素质较弱的巡逻队员突然丢下枪，抱着头疯狂撞击钢板墙壁。紧接着，更多人眼神涣散，有人甚至举起了手里的撬棍，狞笑着走向自己的妻儿。圣子，大伙儿都疯了！陈大发手里拎着扳手，想敲晕那个发狂的队员，却被一脚踹翻在地。老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全是惊恐，那坑里的东西太邪乎，咱把门焊死，别出去了。我一把扶住老爹，手掌贴上基地的控制中枢，焊死也没用，这是精神波段攻击。我深吸一口气，将体内狂暴的磁力场毫无保留的释放。一道肉眼可见的淡蓝色磁力屏障瞬间笼罩了整个养猪场，那些嘈杂的、令人作呕的低语声被强行隔绝在外。幸存者们像被抽干了力气，瘫软在地，大口喘息。爹，看好家，这东西不灭，咱们囤多少猪肉都得死。我没再废话，甚至没回头看一眼身后那些复杂的目光，背上那包装着基地所有高纯度氢化炸药的战术背包，手里拎着还没冷却的电磁轨道炮。我独自走向矿坑，越靠近矿坑，空气越粘稠，周围全是三阶变异体，半透明的变异引爆在岩石的阴影里穿梭，它们进化出了类似光学迷彩的皮肤，甚至连心跳都能控制在每分钟一次。但在我的感知里，它们无所遁形，只要血液里还有铁元素，在我面前就是一盏盏移动的明灯。想玩阴的，我闭上眼，冷笑一声。几只引爆以为找到了死角，从背后无声的扑来，利爪距离我的脖颈不到10厘米。死！我手指轻轻一勾，埋藏在地下的废旧矿区铁轨瞬间崩碎，数以万计生锈的锋利的钢片像是被赋予了生命，在空中卷起一道黑色的金属龙卷，扑哧扑哧，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搏斗，只有单方面的屠杀。那些引以为傲的隐身皮肤在高速旋转的钢片风暴面前脆如薄纸，漫天血雨炸开，还没落地就被那股高温的金属风暴蒸发。我踩着满地碎肉站到了深渊边缘，那个母体终于露出了全貌，它足有一座大山那么大，表面覆盖着厚厚的肉膜和触手，而在那令人作呕的肉块中心，一枚散发着幽蓝光芒的菱形机械残骸正在规律闪烁。什么末世天灾，什么红月降临，这不过是高等文明随手扔下的一个培养皿。那枚核心就是催化剂，似乎感应到了我的杀意，母体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数百根粗如油罐车的触手带着千钧之力，铺天盖地向我砸来。借你的地盘一用！我张开双臂，仰天怒吼，大地开裂，深埋地底几千米的固铁矿脉被我强行抽取，大地在轰鸣，无数黑色的原矿如同黑龙出水破土出，加上之前搅碎的铁轨、废弃的采矿车、龙门吊，所有的金属都在向我汇聚，铿锵之声不绝于耳。5米、10米、50米、100米，一尊顶天立地的钢铁巨人砸地而起，他没有精细的涂装，只有粗犷暴力的工业美感。我就悬浮在巨人胸腔的核心驾驶舱内，与这尊钢铁巨兽神经相连。砰！巨人抬起一只足以覆盖篮球场的铁拳，狠狠砸向那些触手，肉酱飞溅，母体发出痛苦的哀嚎，更多的触手疯狂缠绕上来，试图勒碎我的钢铁外壳。结束了，我操控巨人从背后抽出了那根由高压输电塔改造而成的长矛，所有的异能加上背包里那当量的炸药，全部压缩在这一击之中。给老子碎！钢铁巨人像投掷标枪一样，将长矛连同我的怒子狠狠扎进了母体那颗闪烁着蓝光的核心。这一刻，周遭的一切都慢了下来，紧接着是一道贯穿天地的蓝光，轰！无法形容的能量潮汐将方圆10里的地皮掀翻了一次。我甚至来不及看一眼战果，只能拼命控制着即将解体的金属巨物，将自己层层包裹成一个铁球，坠向深渊底部。不知过了多久，当我推开那层已经融化变形的废铁，浑身是血的爬出深坑时，世界变了。那轮挂在头顶折磨了全人类2个月的红月，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色，厚重的云层散开，第一缕金色的带有温度的阳光穿透了尘埃，照在我的脸上，不再是那种让人发狂的红光，是真正的太阳。周围死一般的寂静，那些凶残的变异兽仿佛失去了主心骨，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连叫都不敢叫一声。我拖着那把已经卷刃的液压斧，一步步走回基地。大门口闸门大开，老爹陈大发站在最前面，身后是乌压压的幸存者，没人说话。当我走近时，那种压迫感让他们本能的低下了头。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跪下，紧接着像割麦子一样，所有人都单膝跪地，没有欢呼，只有敬畏，因为他们清楚，站在他们面前的不仅仅是救了他们命的恩人，更是一个能手撕神明的暴君。老爹眼眶通红，想上来扶我，被我摆手制
制止。我踩在一块母体被炸飞的焦黑残骸上，从兜里摸出一根已经压瘪的香烟，点燃，深吸了一口气，烟草的味道混着阳光的气息，这才是活着。通知下去，我吐出一口烟圈，声音不大，却在死寂的荒原上回荡。从今天起，这一片星辰末世结束了，但属于我的钢铁秩序才刚刚开始。